最近网上流传着一段离奇视频，有乘客拍到飞机的翼尖突然冒出一团东西，然后逐渐扩张，向前移动，最后撞击舷窗消失不见。这段画面看起来相当真实，却又难以解释，随即引起了网友诸多猜测，并大致形成3种观点。第一种是涡流凝结说，很多网友认为这是机翼的翼尖涡流在作怪，由于机翼的翼尖处下表面的空气会绕过尖端向上旋转，从而形成翼尖涡流。在这股快速旋转的气流里，越靠近涡心，压力越低，就可使空气中的水蒸气快速膨胀，温度降低，于是凝结成了微小的冰晶。最后这些冰晶凝聚起来，惯性增大，来不及随气流转弯而被甩了出去，然后就忽忽悠悠地撞上机身。第二种是激波扩散说，也就是飞机亚音速巡航时，机翼局部超过音速形成了激波，并且朝着机身扩散。由于穿过激波的光线折射偏移，看起来就像一团水撞击舷窗，而更多人则认为这是飞机在空中放油。此时飞机在放油空域一边减速，一边向左盘旋，导致放出的燃油相对飞机前移，并相互靠近，最终相撞。由于这些观点听起来都有些许道理，所以本期我们就逐一研究这3种说法，希望能去伪存真，揭开谜团。首先分析翼尖涡流凝结说，不可否认飞机翼尖确实会出现越靠近中心压力越低的涡流，同时这股涡流还在诱导升力后偏形成阻力，因此翼尖涡流是飞机诱导阻力的始作俑者。但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在10000米高空，翼尖涡流里并不会凝结出大量冰晶，因为10000米高度的空气温度大约是零下60度，此温度的饱和蒸汽压只有大约1000%，以至于这里的空气又干又冷，几乎不含水蒸气，根本不可能凝结出像视频里这样成片的冰晶带，并且翼尖涡流相对机翼在螺旋后退，也无法将任何东西通过惯性分离而向前甩出，去撞击机身前段，因此翼尖涡流说并不成立。激波扩散说则更是天马行空。对亚音速飞行的客机来说，虽然机翼的上表面局部可能超过音速而出现激波，但这些激波只能停留在原地并向上伸展，以至于乘客能观察到飘忽的影像，但机翼激波不可能像视频里一样从翼尖向外扩散，因为这是超音速时机身剧烈推挤空气形成的。就算客机能超过音速，那么它顶起的激波也只能在扩散中不断衰减，速度变慢，出现后掠形态。而像视频里的所谓激波，其速度竟然不减反增，还能转向靠近机身，这本身就十分荒谬。最后的空中放油说看起来稍微合理，如果飞机放油时减速左转，就可使喷出的油液相对前移并靠近机身，但这样的情形只能在太空里出现，此处失重的燃油不受气流冲击，可以靠液体的表面张力聚集在一起维持形态，但视频里的客机正在巡航，放出的燃油会受到250到300米每秒的迎面气流冲击，油液会被气流不断打散，变成直径仅几微米到几十微米的油滴，比雾气里漂浮的水滴还小，最终在干燥的空气中蒸发消失。所以飞机高空放油只会拉出一道白色油雾，因此这个说法也不成立。所以你应该想到了，这就是一段假视频。虽然 AI 忽略了基本的物理常识，但它把飞机放油形成层状油膜的形态和运动渲染的以假乱真，以至于很多人对这种一眼假的现象不敢轻易否认。当然不仅是 AI， 用狗蹄线来实拍造假，同样能让人陷入自我怀疑。比如用水流来掩盖这个螺旋棍子的拉线，就会制造它逆流爬高的假象。如果你问拍摄者是谁给棍子施加推力来克服自重和水流冲击向上爬高呢？相信他一定会说，这是你无法复现的一股超自然力量。而网上这种只能在视频里出现的怪异现象多如牛毛，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看起来非常真实却经不起推敲。但很多人只相信眼见为实，而且认定存在着某种未知的作用力，却故意忽略基本常识，才导致各种各样的离奇假视频总能吸粉无数。